大家晚上好。网不是很好，那没办法。然后在说什么？我自己感觉，想要成为稍有能力的写手，就要在成为写手之前，就尝试对正在发生的科技事件形成系统化的剖析逻辑，像是看看老范讲故事或者 Jeff 科技视角，现在改名了，都能够获得一些能够剖析当下热门事件的能力。这个我觉得我们还是随随便便的聊天吧，不要搞得这么复杂啊。现在好像很多人都很轻视写手这门工作，总觉得只要是个人就会码字儿，没想过动笔之前要做什么准备。有了 AI 之后，会有更多人认为码字儿是个信手拈来的事情，但其实即便有了 AI，码字儿依旧不是随便找个人就能够做的事情啊。这个码字儿呢，肯定还是要去练习一下。抢不到沙发啊，好吧。姐夫改名了啊，姐夫他现在叫他这个名字很怪，我看一眼啊，叫什么？等一下，我给你看一眼。现在 Jeff 啊，叫隐风视野，隐藏的隐，枫叶的枫，然后视野啊，是这4个字儿。反正这个名字比较奇怪了。纪元117试玩，昨天开了老范 Steam 直接下载，待会儿我去研究一下吧。这几天实在是事儿稍微有点多啊。因为今天上午还跑出去看了一上午的阅兵。我是上午9点半出的门，说是10点钟开始阅兵，但其实呢，我感觉从9点钟开始阅兵的直播就开始了，然后我就站在长安街边上等。今天等我出门的时候，长安街上就已经是完全封闭状态了啊，就是我们家是在长安街延长线上。然后呢，这个警察、武警已经把整个长安街都封住了，然后所有的从辅路上主路的这个路呢，不光是有人站着啊，都是拿那个很大的这种隔离栏啊，就整个很厚重的隔离栏给封起来，就是你拿车冲你是冲不过去的。然后你要想站在这个辅路靠到，其实还不算辅路，应该算是非机动车道吧，靠近这个主路一侧，因为我们是非机动车道，然后呢是有一个绿化带啊，是种了大树的那种，就是种了那种很大的树，然后呢再往外是一个人行道，然后呢再往外才是那个机动车道。你要想站在这个树边上看不行啊，必须得站在另外一侧，就是站在这个非机动车道的这个应该算是靠内外，我已经说不清了，反正就是离着这个车道最远的地方吧，只能站在那儿看。然后我们就等啊等啊等，等到大概10点半左右吧，然后飞机就过来了，就是听见轰轰轰响，然后飞机呢是只能看到一个影子啊，因为北京的天气实在是不怎么样，就是能见度很低，就是能看到天上有个影子飞过去。然后以我这个军事水平也分不清哪个是哪个了，就是东一片西一片，东一片西一片，因为我们家是在西边，就是它都是从东往西飞，然后飞到我们附近的时候呢，它有的是向南了，有的是向北了，我看到了其中的一部分，然后就开始过这个装甲车啊，就是轮式装甲车，就是所有履带的我都没看到，履带的呢都是应该是我听到有人讲说是在出来阅兵场之后，大概没走多远就开始向北还是向哪个方向转弯了啊，就是直接坐火车去了，就奔火车站去了。然后呢，那些比较大的装备，像这个比如说无人机啊，拖的很大的装备，那个装备已经我看到有人从家里边拍的视频啊，那个装备应该占4条车道啊，绝不是2条车道能放得下的。所以呢，那个装备要走的时候，必须要去拆那个马路中间的隔离栏。他那个装备就没有到这个我们这边来啊，应该也是就近就向南或者向北转弯了，然后把拆掉了以后再去走。然后我看到的呢是，就是大家一开始看到，比如轮式的这个坦克啊，其实也不算坦克，叫炮车吧，这上面也是个炮。然后后边就是各种各样的火箭车啊、导弹车呀，什么
无人的呀，什么这个无人狗啊，什么这东西都从我面前过了一遍啊。到最后那个什么五东风5D还是东风5S 那个车啊还是5C 忘了，也是从我面前走过啊，就是分成3节那个大火箭啊，那个还是很帅很帅的啊。然后为了弥补我这个军事知识的不足吧，我准备明天把我感兴趣的这些装备的照片找出来，然后呢扔给土拨鼠啊，然后我们2个一块儿做一个这个功课啊，是主要他做功课。然后周5晚上8点的直播呢，我们来跟大家讲一讲说这些装备都干嘛的，对吧？然后哪些有意思的点啊，然后我能想到的，我准备明天啊向他提出一箩筐的问题，然后让他去给我解答。我们最后是站到了大概接近12点啊，然后他大概先从早晨，我估计我没出门之前就应该封路了，大概9点应该就封路了，应该不对，我到9点半出去的，快10点的时候，那个路上还是有车的啊，就很少，有一些社会车辆还在那个车道上走，然后完全没有社会车辆，应该是10点以后就完全没有了，然后大概接近到12点就这个放行了啊，就是大家可以随便的去走来走去了，然后我是带着跟老婆一起出去吃东西去了啊，所以就是今天上午没干活。我也看见了啊，我觉得不如之前的好，虽然我真的是好久没去听他的了，好吧？他反正现在有些东西还是可以听吧。亲自去看了啊，对，亲自去看，这个就是帝都人民的这个福利啊，这个不享受就亏了。就看女兵方阵啊，这个，哎，这玩意儿有啥好看的？大家点赞了没有？对，一定要去点赞。没有老兵方队很遗憾啊，10年又过去了，这个哎，还是别折腾这些老头了。我就不看阅兵，相信祖国，不看也是 YYDS。哎呀，这个看阅兵这件事情呢，还是这个感觉非常爽的啊。这个我记得以前我上班的时候，我的老板就跟我讲说，人呢有时候会有一种错觉，就是当你在一个庞大的机器里面是一颗螺丝钉的时候，你会为了这个机器的庞大而感到振奋，然后你会觉得因为机器很庞大，所以我也很强大，对吧？有的时候你去看阅兵，实际上是去获得这种自我认知的满足感的，啊，甭管你喜不喜欢啊，或者说你觉得阅兵是做的怎么样，但是当你真的看到这个方阵啊整整齐齐的走过去，你就会去想说，哎呀，当年我也练过这个。你看到这个一辆一辆的这个装着这个大圆管子的车在你面前开过去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我好像还行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感觉。我其实看不懂啊，这种导弹就是一个铁桶刷一个字儿，是怎么看出来厉不厉害的？这个回头我们去找这个土拨鼠去解释一下呗。抗战老兵都是国军那边的啊，这个就不知道了。咱们肯定也有女兵方队，有西部牛仔的感觉。这个我觉得女兵方队反正也有吧，没注意看。长期训练的体态绝了啊！这个白瘦幼确实肯定是没法进女兵方队的。好，我们今天是老范读评啊，咱们继续来读评论。第一个，上期读评有人说了，职业打假人相当于股市里边的做空机制，禁掉职业打假人，这个市场就相当于一个不能做空的股市。我买股票爱买那种在香港上市公司股票，原因是香港有做空机制，一个在香港股市作假的公司，有很大可能会被机构做空，并被晒出作假的事实。造假的公司和责任人会被重罚，所以香港股市上市的公司做的财务报表和各种公告的真实性会高许多。前半节我是同意啊，就是职业打假人确实像做空机构啊，就是你把他们干掉了以后，大家做假的这个成本就下降了啊，这个是真的。但是
香港股市呢这些年其实也没有那么这个真实了啊，这个作假的还是要容易很多，因为大量的国企、央企啊，还有像国内的这些企业都跑出去上市去了啊，那么香港还是要去听话的啊，真正比较难作假或者做了假以后，这个被罚的比较重的还是美股啊，他们是真的罚。继续啊，这个 Grok 2开源了个寂寞啊，这条里头有人说了 ，SG 浪是用来部署的，模型抄袭大多是属于训练范畴，因为这个说 Grok 借鉴 DeepSeek 有点牵强了，而且说真的 ，LLM 就那么些个变体，只要是自己训练出来的，不是拿人家的，不是拿人家过去微调的，还真不太说得上抄袭啊，这片感觉就是超出老范能力圈了啊，这个其实是这样，很多人呢没法承认别人借鉴咱们东西啊，然后到 DeepSeek 这儿呢就一定是抄的，对吧？然后到这个别人呢，我说哎这个里头有这个借鉴的地方呢，我都没好意思说它是抄的，对吧？然后大家觉得哎呀这个超出老范能力范围了，这个我觉得呢就是超出了你的认知。对吧？你不愿意在内心中，你不愿意承认说，Grok 也会去借鉴一些 DeepSeek 的东西，对吧？这个甭管是真是假，你都不愿意去承认啊，那你就这个认为啊，这个老范的能力在这儿了。我觉得呢是老范的能力是够的啊，但是这个你的认知圈不太够。再往后啊，这个 Gemini 2.5 Flash Image 发布。有人说了啊，修图、图片生成视频这方面，中国 AI 才是特长；推理方面，美国 AI 是特长啊。这个呢是这样，就是中国 AI 的所有这些修图工具、还生成图片工具、视频工具呢，基本上都是拿 Stable Diffusion 这套东西改来的，对吧？这个也算借鉴啊，也算借鉴。咱们也确实是重新训练了，对吧？这个也算是借鉴。但是呢，你要想进一步的去让它可以。这个做得更好的话，还是要靠推理，对吧？你没有推理，光有生图这个事儿是搞不定的，啊，所以这就是中国这种生成图片工具的一些局限性吧。现在我们看到的 Gemini 2.5 Flash Image， 还有像 GPT-4o Image 啊，这些其实都不是生图工具，对吧？他们自己都有生图工具，像 OpenAI 的生图工具叫达利啊，然后呢，这个谷歌的生图工具就生图模型叫 Imagine 啊，它叫 Imagine 4，现在是最新的，效果其实也还都可以。但是呢，他们现在对外提供的其实是配合生图工具一起使用的一个生图用的 AI agent 啊，拿这个东西去干活了，而这个玩意儿考验的其实就是推理能力了。啊，这个中国的现在这些模型还是有些欠缺的，啊，在这点上，马斯克的 XAI 其实也是用，这个 Stable Diffusion 啊，它其实用的是 Flex 吧，就是 Stable Diffusion 那帮人出来创业以后的这个公司，拿这个公司的模型再去魔改出来的东西啊。再往后啊，这个作为一名设计师、插画师 ，AI 画的图很幼稚，毫无创意。这个事儿是这样啊，在刚有 Photoshop 的时候啊，这些拿笔画画的设计师也认为 Photoshop 画出来的东西毫无创意，对吧？现在就轮到你们这些用 Photoshop 的设计师、插画师去嘲笑 AI 画出来的图幼稚、毫无创意了。这个有什么差异吗？没什么差异啊。对吧？所以呢，不要随便去嘲笑一些新生事物啊。好像说不必着急啊，也就是几个月的事儿。Midjourney、豆包、OpenAI、极梦、康菲都会赶上并超过，这就是 AI 时代。我上次充值4欧的钱还没用完，就又要换 Nano Banana 了啊！现在看这个意义不大。啊，现在看追这个意义不大，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Midjourney 呢，其实并没有向这条路走啊。你比如为什么这么讲？你比如 Midjourney 到现在为止生成文字生成特别烂，啊，英文、中文啊，任何的文字生成的都特别烂，原因就是它是纯生图工具，
啊，它走不通这个 AI agent 这条路的啊。豆包呢倒是有可能向这条路上走，啊，豆包现在它有生图模型啊，然后它的推理也在往前推啊，这个有可能在往前走。OpenAI 呢，这个我觉得按这条路径往前走是合理的啊。极梦其实现在跟豆包之间还打呢，它是一个公司里头2条不同的路径。Confi UI 的话，算是一个 AI agent 吧。其实 Confi UI 跟整个这个我们看到的Gemini 2.5 Flash Image 比起来呢，就有点像我们用 DeFi 或者用 Coz 自己去搭工作流啊，去跟这个ChatGPT 的 GPT Agent 这种东西去比较啊，跟这个有点像啊。那个呢 GPT Agent 就是你扔给他一个命令，他自己干去了，自己规划自己干，自己调用外部工具啊，最后得到结果。而这个 Confi UI 呢，就有点像我们拿 Coz 或者 DeFi 去搭工作流，就是我们自己去说，哎，先干什么后干什么啊，把工作流整个确定下来以后，说来照这个我跑啊，就能跑出一个基本可接受的结果来啊，这就是差异在这儿。啊，还有说啊，在台湾很多甲方美感很差，AI 的图对他们来说可能刚好够用，然后他们会反推现在的设计师不值那个价。这个事儿呢，其实我们原来一直在跟设计师讨论这种问题啊，就是不要去质疑甲方的美感差的问题，对吧？因为有的时候呢，你的这种美感也就是设计师的美感，并不是普通用户可以理解和接受的，对吧？甲方的美感呢，有可能才是普通用户啊，或者说叫屌丝吧，可以去理解和接受的。啊，像我们以前在猎豹移动的时候，也去招聘过国际大牌的这种设计师啊，原来是趋势科技，后来去了微软，啊，现在应该也还在台湾那边创业做这个AI 设计相关的这种事情吧。当然招回来以后呢，他就有很多很多的这种设计规范、设计要求去做这个事情，但是呢，这个经常让我们把他的方案改的这个面目全非，啊，他最后也没办法，说丑就丑吧，就这样吧，对吧？作为一个这种大牌设计师来说，他其实很难接受丑的这个作品从他手里出来，但是我们就要求他把它改丑。那为什么就是我们就这么这个坏呢？这么恶心呢？一定要让人这个大牌设计师把这个作品改丑了才让人发布呢？原因很简单啊，就是我们只看数据啊。如果他那个美的这个或者他自己认为很好的这个结果，点击率、转化率不对，我们就要求他改丑啊。改完了以后，最后我们是做 A/B 测试，得到了一个用户普遍可以接受的一个东西啊，我们认为那个叫美啊。所以美这件事儿呢，本身的标准并不是那么统一。好啊，让我来看看。据说没厕所，不知道所有人4点到中午怎么熬过来的。这个有些可能是有尿不湿啊，或者叫成人纸尿裤，还有一些就是不喝水呗。先赞后看啊，先赞后看啊，是的，大家都点个赞啊，今天人少。今天我一个朋友说，本世纪人类可能活到150岁，不知道他说的靠谱不靠谱？这个我哪知道啊，对吧？你不能害我呀，没听说过这件事啊。大家都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评价 AI 啊，是这样的。这个做设计师的人，他就会觉得，哎，你们 AI 不行，你们还得雇设计师。设计师的美感我都理解，但是消费者不买账是这样的。这个我们在做产品的时候，跟设计师沟通的时候，经常会发生这种事情。所以最终呢，都是数据说话，对吧？上来 A/B 测试，数据说话。貌似几年前，帝都某著名医疗机构发表论文，内容是这个不知道啊，没听说过这件事情。良品铺子的 AI 生成的花生海报就闹出笑话了。其实这个不算笑话，这个是怎么说呢？就是你命令 AI 生成秦琼战关公，它就会给你生成出来，对吧？你比如说，你今天让 AI 给你画秦琼战关公，你希望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对吧？你希望肯定是得到一幅画，秦琼战关公，对吧？你不希望 AI 上来反驳你说对不起，秦琼是唐朝的，关公是
这个汉朝末年啊，三国时期的，他们不在同一个历史时期，不能去战斗，对吧？这个你一定是希望这样的。如果你跟 AI 说，请给我画一颗成熟的花生，他会画的很好的，他会把花生画出来，把这个就是花生苗画出来，然后把这个花生画在这个根部，对吧？这个没有任何问题。我那天还专门做了各种实验。但是如果你要给的提示词是，请给我画一棵结满了花生的花生树，那他就会画一棵树，然后上头挂满花生。所以这个事情不是 AI 的问题，对吧？而是人你提出的提示词就是错的。活那么长干嘛？该走就走。那我就惦记活得长，对吧？我觉得150都不够，我要惦记永生呢。英语老师也说 AI 不行，还是得来上课，这是一定的呀，要不然英语老师吃啥呀？只有程序员是无可反驳啊，说 AI 实在太香了，那就被裁了。其实最近我觉得几款 AI APP 已经做到可以造成大幅度失业的水平了。我太太这2天还在跟我抱怨一个事情啊，就是说世界上做口译翻译最顶尖的学校，号称是翻译界的哈佛，这2天倒闭了，对吧？就是这样的。说我们现在用 AI 直接可以做同声传译了，那我为什么还要再去训练人去干这件事儿呢？对吧？那么就真的没有意义了啊。老范住的区受阅兵影响了吗？肯定受一点影响，但是影响不大了。那个学校我还去过啊，好吧。这个反正据说是非常非常棒的，就是全世界只要你是做顶尖翻译的，都得上那个学校去进修一下，包括中国外交部，据说很多人也是要去的。美的大家拿这边应届毕业生工作受 AI 影响极大，是这美的这个没看懂啊，这句话说的怪怪的。好啊，我们继续读评论。马斯克的巨映公司啊，有人说了，说 Excel 公式难记是因为国人数学不是用英语学的，而且用的是苏联体系，对于英语国家的学生来说，这个各种公式上手难度低很多，类似我们乘法表一直背自然手到拿来，这个我还真不觉得，它里头没几个函数。对吧？我并不认为说他用英语就可以快速的上手 Excel 函数，Excel 还是一个很博大精深的系统啊，那个东西真的不是这个输进数算几个表就完事儿了，算几个平均数啊，不是这样，那个还是非常非常复杂的，而且不同的人用 Excel 都能用出不同的花来。你比如说我是做科学计算的啊，我是做这个这种数据分析的，那我有一个用法。你说我真的是财务？我是见过这帮这个投行的人怎么用 Excel 的，那真的是玩出花来非常非常恐怖的玩法像我这种能够把数填进去，把 cap table 算明白就是大家占多少股份能算明白，就已经是我的极限了还有人说几乎可以肯定微软注册了巨映以及类似的数百个商标。这个事儿呢，我刚才看到这条评论以后，我还专门去查了一下微软没有注册过巨映这个商标。微软呢确实注册了很多关联商标，谷歌、微软就是这种互联网大厂都会去干这个事儿，就是把跟自己相关的域名和商标都注册一下，避免以后自己想用然后被别人注册掉。微软的话注册了，比如 MS Windows、Microsoft 的话，它注册了 M 大写和 S 大写的版本，对吧？还有各种 MS 的这种。有 MS 缩写的很多这个词都被他注册了，但是呢，这个Macro Hard 这个词呢，他真的觉得有点太无厘头搞笑了所以他们也没有去注册这个词现在这个商标呢是马斯克再去申请然后至于能不能批下来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微软自己确实没有注册过。这个再往后说微软现在主要是一个云厂商。Microsoft 365主要还是云服务 ，Windows 和 Office 现在只算是客户端Microsoft 365在
全球500强传统企业里边还是重头的路径依赖。老师，你主要是下面办公表哥表姐的事情做得少啊，不过国内 WPS 基本上这些功能都完全兼容，有些用户体验更好。这个事儿呢是几个啊，第一个，云端的 Microsoft 365绝对不好使啊，真的啊，你去问那些 Excel 大拿或者 PowerPoint 大拿，你去问问他们啊，这个从 Windows 转到 Mac 上啊，哪怕你依然是用 Microsoft Office，也觉得武功尽废，因为大量的快捷键就已经改变了。然后你从 Mac 上再转到网页上，就直接废了啊，这所有的武功就全废了，因为大量的这种什么一些功能啊什么的全跑不了了啊，所以这个还是差异很大的。至于说世界500强用的这个什么呢？这个用这个 Microsoft 365，这个确实是真的啊。他们用户量很大，但是现在呢，谷歌的 Workspace 在里边占的量也在逐渐的上升。我呢，确实表哥表姐干的活太少啊，就是跟 Excel 打交道的事情比较少，所以我也讲了嘛，我这个最主要干的活是 PowerPoint 啊，这个 Excel 能算一点点啊，Word 呢，能改合同，但是你让我拿 Word 排版这个事儿，我也很不熟练。好啊，再看看这边。不是的，不是啊，范老师，那个学校是大幅度依赖国防基金的，美国外交的很多软经费以前都给他们，但是最近可能是真的被裁没了，好吧？啊，他等于是美国政府给的钱啊，那有可能是被马斯克的 Doge 给干掉了。大 A 这2天没让人失望啊，对，昨天跳完了，今天接着跳。看到北京中心区发食物家里不让点火做饭啊，这个还真没注意，我们这儿没接到这种通知。能参与大 A 的都是英雄，能寄希望于大 A 的都是哲学家，不，人家都是去消费去了，对吧？那是一个消费市场。那个学校本来就不大啊，在里边步行走一圈20分钟就出来了，里边随便都是会说3门语言的奇怪人类。当年他们招生就是得有天赋才能来啊，还有很多 CIA 的人啊，6个月就从零起点到流利，这太夸张了吧？学校毕业就立即去执行任务了，这个稍微有点吓人哦。啊，今天人好少，为啥？看来这个读屏现在没有人听了呀。好吧，咱们继续。人工智能加和互联网加的差异。这个呢是我在做直播的时候犯了一个错误啊，就是读了大段的文件，结果呢读的磕磕绊绊的，自己也不是很开心，所以后来在做切断的时候就直接把读文件的部分删掉了，所以切断出来的内容里头是不包含前面读文件的部分的。那么这个反正以后吃一堑长一智吧，就不能再读这么大段的文件了。好啊，先是有人说了，说人工智能加如果是政府主导并亲身下场来搞，一开始就已经输了，这不能这么讲啊，对吧？咱们有很多事情亲自指挥、亲自部署都做得很好啊。你比如说这一次阅兵，对吧？看得我也这个很激动的呀，但是阅兵了以后的事情就跟我没什么关系了啊。还有人说上一波互联网加。政府推动和传统产业做的都是加互联网，都是做电商公众号啥的，死的不能再死。真正互联网原生企业，拼多多、申印、抖音都是市场培育出来的。申印靠广州中大布匹市场支撑的，城中村里无数三五制衣厂，加上清远、从化、新塘的织印染供给，因为工价极低，
其实制衣生意更难做了，但是反而养起了更多的人啊。是这个，所以政府也想明白了呀，对吧？这个我们这一次要做原生的人工智能企业啊，不能再去在传统的企业上去加了。他们也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啊。这个也感谢这位朋友给我做了一些补充啊，因为我是在讲的时候我说，这个互联网企业啊，互联网加的时候主要靠市场，这个事儿其实不对啊，就是剩下的主要是市场的啊，国家和传统企业也都干了啊，这个被我做这个直播的时候给忽略掉了，只是他们做的这部分没有剩下而已。还有人说啊，我只好奇文件里边提出的指标是怎么算的？所谓的 AI 普及率的分子跟分母分别是什么？你问这种话，这不是找不痛快吗？对吧？人家到现在为止连什么叫 AI 终端都搞不清楚啊，还是说某种 AI 终端，这都没法定义。你非让人去算分子分母，这个有点太过分了啊！啊，这个打人不打脸啊，这个不能人家没准备好就冲上去提问题，这个事儿是不对的。指数涨几千个股跌啊，指数跌，个股跌更惨，A 股太魔幻了。哎呀，这个就别惦记了呗。他们是6个月封闭实习，每天10个小时强度，这个也挺厉害的。我觉得这玩意儿就像做个手术似的，对吧？你躺在那儿，麻醉，然后咔拉开了，然后等你醒过来的时候就学会一门外语啊，这个多爽！不知道那些会说5、6门语言的，平时哪有时间来保持？这个我原来还在清迈专门跟一个小姑娘聊过，那就是一个多语言者，就是他们给自己起的名字叫多语言者，他自己会说10几门语言啊，然后他就是学习一门语言，他有一个方法，然后学会了以后呢，也会每天啊或者每周吧会抽出时间来进行练习，否则的话肯定会忘嘛。来了点赞，对你们都点赞了啊！老师认为具身智能大概多久能出来？很期待这玩意儿，很快很快，但是关键是你期待它干嘛，对吧？你比如说，我希望它到工厂里边去搬东西，这个可能今年年底就有了啊，或者明年年初就能有。你说，哎，我现在想要这个保姆啊，这个让这个机器人进来，给我这个扫地擦桌子，这个可能还要个3、5年啊。那你说我现在需要机器人女朋友啊，这个就不一定了啊，这个有可能会更快。为什么呢？因为虽然机器人女朋友这个或者男朋友吧，他的技术要求一定会更高一些啊，因为毕竟他有一些身体接触嘛。但是呢，这个市场是跟着钱走的，对吧？一旦是机器人男朋友、女朋友这个事情被证明可行，就会有大量的资金投入，然后这个市场一把就冲上来了。这个玩意儿绝对是要比保姆、养老这个东西要有市场的多啊。你是不知道他们脑子里的状态啊。其实学习语言的话，学的越多就越容易，全嵌在脑子里的语法结构里啊。语言学其实到底层就是数学啊，这个是真的，这个是真的。我记得以前，我们看科幻小说就讲说那个怎么能做出自动翻译机来。他说自动翻译机就是统计学，对吧？给你足够多的某一个语言的文本，就可以通过统计的方式，然后做出自动翻译机来。啊，申印这条是你的啊，挺好挺好，对吧？你看看，你这个被念掉了，恭喜你上电视了。是的，再次提一句 MIT 最近的文章，本次 AI 瓶颈甚至终点已经看到了，投资大模型的边界效应趋平。老范觉得呢？我觉得 MIT 那个文章就是他们做了一些研究和分析，但是呢，这个数据非常的不完善，结论完全错误。
单位内部商城就是上一波互联网加搞出来的，为数不多留下来的内循环项目啊，这玩意儿干嘛使的？单位内部商城我还真没想到。目前自学西班牙语1年啊，这个到了 B2撞墙了。我觉得这个很多，这个学语言还是要去找人聊天啊，找人沟通。像我上次去采访的那个啊，或者访谈的那个多语言者，他就是认识很多这样的多语言者的朋友，对吧？他就去，这个每一次学一种语言啊，这个学几天以后，就跑到当地的这个酒吧呀、这个咖啡厅里去找人聊天去了，啊，然后呢，再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沟通和使用这种东西，这个自学可能没有那么好使。错了，B1，好吧，这个玩意儿我就不懂了。机器人伴侣啊，机器人伴侣也许很快，而且这种伴侣，你说你需要它动吗？还是需要什么？如果你不需要它动的话，现在就有，那不叫硅胶娃娃吗？一看塔姐就是文科的，这个一道初中几何题，你要是不会，打死也不会，这个不能这么讲啊，还是有可能灵光一现的。当年我还想去考那个学校，结果我去结婚了。后来，我想等老了再去念个博士，结果学校没了。好吧，这个很遗憾啊，这个很遗憾。工厂里搬东西的，AGV 设备老早就有了啊。这2年国内规模以上的企业应用的很多啊，这不是挺好吗？机器人女朋友不够逼真啊，再智能也没用。感觉材料学才是瓶颈。这个我觉得啊，你不要对这事儿要求太高，对吧？有的是呢，饥不择食的人。一个朋友在大 A 赚到钱了，用的方法是体察民意，就是刷大量讲 A 股的直播间，记录他们讲的方向能不能等，买啊，能不能买等关键信息，自己做一个关键数据，然后反向操作。这种我觉得比较可笑啊。我蹲一个机器人男佣人啊，这个刷碗、做饭、擦地、收拾屋子，这个现在很多的家电不是已经可以干了吗？更正中性就行啊，这个但是不想要女机器人放在家里，让我觉得有危险。你这个让我想起一个特别逗的事情啊，说有一个单位招了特别多的女性员工，然后这些女性员工还在那儿天天女权，然后搞得实在是这个领导烦不胜烦。然后呢，他就想出了一个办法，把所有这些女性员工都集中在一个部门里头，然后找一位女性主管来管。然后只过了这个几个月，这些员工就有一半申请离职啊。这个魔法还是要靠魔法来打败的。机器人真的是下一次浪潮，哎，就是还是人工智能吧。啊，继续啊，这个 AI 会让人变笨吗？对吧？这一条视频啊，有人评论了说，笨的人更笨，聪明的人更聪明。AI 只是一个放大器，一切认知辅佐工具都是认知模式倾向的放大器。这个呢，我倒不这么认为啊，因为我觉得，这个你觉得人家很笨的时候，人家可能在某一个地方会特别聪明，对吧？人家叫愚者千虑，这个或者叫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嘛，或者是类似这样的话，对吧？只是人家聪明的地方你没法去理解和欣赏而已，啊，所以我并不认为 AI 就是这样的一个放大器，啊，但是呢，AI 确实可以让人快速的获得和处理大量的信息和知识，就是还是带宽的问题啊。但是我觉得 AI 的带宽再往上一步，还是要靠马斯克的脑机接口。就是人类靠阅读和语言啊，这个脑机带宽是有限的啊，就输入输出的接口实在太低啊，所以还是要进一步的去拓宽这个接口啊。至于说聪明与笨这件事儿呢，肯定有些人更适合干某些事情嘛，我只能这么讲。还有人说啊，汽车开多了会降低走路能力，还没变聪明就开始担心变笨怎么办？呃，
还没富起来就担心富了以后吃不了苦怎么办啊？这个首先要讲啊，就是你还记不记得以前用这个功能手机的时候，大家会记电话号码，对吧？还有很多人会背好多电话号码，因为它那个通讯录是有限的啊。然后这个到智能手机时代以后，还会有人去背电话号码吗？没了啊，因为通讯录是无限的，想往里存多少存多少，对吧？你完全没有必要去记录这个东西，甚至那个时候还有那个通讯号码簿啊，现在这种东西也都没有了。然后呢，这个并不值得遗憾了，大家还是要这个继续往前走。有了汽车以后，我们还是要去更多的、更远的地方啊，这个才是真正要去做的事情。然后这几天呢，还有一篇论文啊，这个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医生开始用 AI 进行病理判断的时候，啊，这个发现 AI 啊，就是医生自己这个原生的判断能力下降了。就是他们比如看片子，啊，看完片子以后说你这个应该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原来呢，医生可能有一个判别的准确率啊，当他们开始使用 AI 进行判断了以后，医生靠纯人工去判断的准确率就下降了20%。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并没有什么可值得担心的啊。这个它这一块下降了，但是它其他的一些地方会有这个精力去顾及很多别的信息。至于说还没富起来，先担心富了以后吃不了苦的这个在我们以前投资的时候，经常会遇到这种人啊。这个我现在还没有用户呢，然后我用户多了以后我怎么办啊？对吧？这个我应该买多少服务器啊？然后用户多了，他们吵架怎么办啊？一般遇到这种人呢，我们就绕开走掉了啊。这种人是没法投的啊。这个是悲观主义者啊，一方面是悲观主义者，还有一方面呢，就是有很多的路径依赖，这些人啊，这些人是做不成事情的。还有人说这个会不会笨不知道，但是良品铺子这个刚才我们讲过了啊。继续说，最关键的是对 AI 输出结果的审查啊，只要能有意识的针对 AI 推理过程和结果进行检查和论证，而不是完全相信接纳 AI 的任何输出，就不至于变笨。这种研究其实跟短视频流媒体对大脑影响的这个研究类似啊。如果想保持大脑活力，我的方法是保持良好的长文阅读习惯啊。这个长文阅读习惯我也要再把它捡起来啊。以前是能看的，最近好长时间已经不看这些东西了啊。这里头是这样啊，就是其实有些事情呢，说起来简单啊，就是要对 AI 输出的结果进行审查。这个从 AI 出来那一天呢，我们就在强调这一点。后来我也想明白了，这件事其实是伪命题。为什么呢？就是当有一个很方便的工具的时候，我们就会依赖它啊，这个是人性使然。你跟他说你要这个批判的使用，然后这个审查它的结果，这个事情是一定是一个叫什么呢？它叫做我想想啊，应该叫做一个灰度啊，就是有些人会去审查结果，有些人不会去，而这个灰度呢，必然会去向着这个大家都信赖 AI，然后直接让它去干这个方向去走啊。就像这个自动驾驶汽车一样，我们说，哎，现在自动驾驶汽车还非常不靠谱，请你们一定要谨慎使用啊，这个双手要放在方向盘上。但是当真的给你这功能以后，这个大家就会逐渐的信任它，对吧？然后就开始开车睡觉啊，什么这种事情都出来了。所以呢，这个事情是，虽然我们知道很危险，但是不可避免啊，因为这是人性。好啊，这是在我看看这边还有什么。这个单位是不是政法体系？目前政法体系女性最多了啊，这个不知道了。反正我们就听了这么个段子，搞定女人的只能是女人，对呀。所以就是媳妇儿熬成婆，然后再去管媳妇儿呗。我回来了啊，待会儿看回放补前面了，没问题。我觉得人工智能才是下一波浪潮，在下一波是机器人、生物工程。这个也许到人工智能完了以后，我们就直接
赛博飞升了呢，对吧？我们自己就是机器人，或者脑子直接上传服务器就完事儿了。家里有老年痴呆的老人，就感觉机器人的未来宽广。哎呀，这个老年痴呆还是比较吓人的。现在不据说是可以可逆了吗？机器人养老啊，这个肯定是有需求的。赶上直播了啊，欢迎，先点个赞再回来看。为什么有些人的 AI 问他问题，他知道保留意见？这个我不知道你是在多大范围内做了实验，然后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结果，而且这个有些人你是怎么进行分类和去类比的啊？所以这就是一个科学的说法。你像这个，你说，哎，为什么有些人的 AI 你怎么样？这种问题属于没法回答。最近一部韩国的动画片啊，这个横扫了美国儿童所在之处啊，叫那个 K-pop Demon Hunter 啊，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捕魔者就是一个女团和男团的故事，霸榜网飞儿童推荐，估计买流量了啊！我家娃的白人同学告诉他的啊，各种歌舞可嗨了。这个韩国人是真会文化输出，这个本来想往中国输出，后来被咱们给收拾了，所以只能向美国输出了。我学医的同学说，上学最难的科目是组织，非常难以区别不同，好像放到医院就是病理分析 AI 准确率已经超过人了。是这样的。但是呢，AI 是不能做决定的啊，你最后签字还是要人签字。什么是组织啊？就是你的什么身体组织，身体的什么细胞啊、肌肉啊，这玩意儿就是组织。正常组织和病变组织的区别，好吧，这个说的更好啊。有车的苦恼啊，当年因为摇到号才买的车，几个月开不了一次，上星期开门一看，车里都发霉了。经常因为长期不开出些小毛病，希望无人驾驶共享出租车尽快上路。哎呀，你像我那个车现在也是一个月可能能开1箱油啊，这个我还是尽量有事没事开出去晃晃的。在医院就是病理，好吧。想听听老范聊聊物理学家这个职业在 AI 时代怎么样？哎呀，对于物理学家真的不是那么了解啊。但是物理学家现在肯定是在 AI 的帮助下突飞猛进啊。这个因为 AI 可以帮助他们快速的处理大量的信息啊，不需要再去记忆很多东西，那么一定还是有帮助的吧。存在一个分水岭，会用 AI 的人用好了会越来越聪明，但大部分人根本不会发挥 AI 的潜能。未来绝大多数人有吃有喝有抖音就行了，根本不需要那么聪明啊！这个我是不同意的，因为人其实最主要的用途是进行市场选择，就是他会这个在市场上选择我到底要买什么东西，对吧？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用途。组织是器官的集合啊，这个我们不研究什么是组织学了。这个觉得 AI 不行的人，往往是自己不行啊，这个倒也不用了，不用这么想，对吧？你到现在，比如说像寿司之神这样的人，也不怎么用机器，对吧？拿手捏寿司，我们也不能说人捏的不行。这个我觉得行为艺术还是要留下来的啊，我们不能去这个嘲笑这些行为艺术学家，行为艺术家啊。了解了啊，这个要对比一下才知道是不是得病了啊，这个是这样的。我感觉需要用到数学的学科，都会得到 AI 的增强。这个写文章、画画需要数学吗？不也照样增强了吗？觉得员工不行的老板，就是自己不行啊；觉得孩子不行的家长，就是自己不行啊。造句可以继续。这个不能这么讲啊。这个觉得员工不行的老板，那有时候员工真的是不行啊。至于孩子的话，这个因为从头就是你教的啊，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推卸责任。如果你觉得孩子不行，那真的是自己不行。
细胞组织器官系统，好吧，这个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玩法吧。好，我们继续读评论。马斯克起诉华人工程师啊，这个有人说了，说我听说过当年带人吃饭被 lay off 的这个故事，但是当年的版本是说有人收钱带人去吃饭，当时觉得很奇怪啊，为了这么点小钱把工作搞没了不值得。你的这个版本比较合理啊，这个知道为什么我的版本比较合理吗？因为我当年是跟这个带人进 Facebook 去吃饭的这个组织这个项目的团队的这个创业者去吃过饭这个团队是怎么来的呢？就是专门有一个项目他们在美国创业然后呢他们创业的事情就是让美国的工程师呢这个挣钱$50还是几十美金一个，然后带人进去 Facebook 参观吃饭他们做了这样的一个创业。然后呢，这个创业项目的负责人呢是一位女士，原来呢在 3Q 大战的时候是腾讯的市场老大市场负责人吧，但是呢他们又实在打不过360然后就找到了当时还叫金山网络的猎豹移动的 CEO 叫傅盛，说来这玩意儿你熟跟周鸿祎怎么打仗你熟你们去把这个仗给我打下来这个整个的算是3Q 大战，实际上后边真正指挥战斗的人是一个是这位女士了，然后呢另外呢就是傅盛傅盛、徐明、什么肖捷，就这帮从360出来的这些叛将们跟腾讯一起战胜，或者说至少是把这一个仗打完了。然后这个人呢打完这一仗以后就离开了腾讯，以后去创业，但是呢他跟腾讯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然后做完了这个项目以后呢，就带着腾讯的人上 Facebook 里边去挖人去了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 Facebook 对于有人收了钱带人进来去吃饭这个事儿呢，其实没太所谓，但是呢进来挖人这个就有点太过分了，对吧？而且是腾讯的一帮高管都跑到 Facebook 里头去挨个面试挖人这个确实是有点太过分了就把这个人给直接开掉了，就是相关涉事的一些人就直接开掉了，然后这个项目呢也就挂掉了。后来这位女士呢回到了国内然后开了腾讯在北京的一个会所，就是腾讯在北京是有会所的，我记得是在世贸天阶旁边我是有一次也是跟着傅盛跑到他们会所去这个学习这个实际上是那个大家就是说你看你们这帮土包子没玩过吧，这个红酒是这么喝的，雪茄是这么抽的，然后听他们在那儿吹牛逼然后说这个当年这个第一天是怎么回事，第二天是怎么回事，3Q 大战的时候嘛，然后呢这个新闻稿是怎么写出来的，然后怎么蓬头垢面的，然后怎么去应对这个事情。当时我们是听了一堆这样的吹牛逼然后认识了这个人然后这个故事呢我是听到这个亲身组织和经历者给我讲的，所以呢你会觉得我的故事稍微的靠谱那么一点点还有说这个是不是因为湾区没有竞业协议这个确实是有这个原因，湾区是没有竞业协议的就是这些互联网公司的这个程序员们他们可以自由的在各个公司之间去游荡，这也是湾区整个发展特别快的一个原因你整一堆竞业协议的话那么它就没有办法发展那么快了所以它一定是有一个灰色的部分在里头千万不要觉得这个你怎么可以抄袭偷窃就是错的什么的，因为好多人在里头说老范你这个三观不正，你怎么可以这样呢？这个没有必要没有谁是完人。再往后说以前看到过一个新闻报道，说美国接近80%的商业间谍不是跟中国有关，就是跟中国人有关。我有点疑惑，这是因为中国有很多人，所以基数就比较大，还是因为社会的风气造成了这种现象？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第一个你要有大量的人在人公司里上班，对吧？这是一方面。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可能美国人有时候也没太那么信任中国人有很多事情发生了，他就会首先怀疑到你头上。第三个，你商业间谍，你还有经济利益嘛？对吧？你比如印度人说我也想当商业间谍，那印度公司他付不起钱让你当商业间谍，对吧？中国有这种公司能够发展起来，他付得起这个钱，所以也就变成这样了嘛。
至于欧洲那些公司，它肯定也有商业间谍在里头，但是它比较分散，对吧？有德国的、法国的、意大利的、西班牙的，它比较分散，所以它不像中国似的，第一个体量很大啊，一个老大，一个老二，对吧？中国就是老二，这个没什么好说的。然后呢，你跑去这个又有大量的华人在人公司里上班，而且呢都是工程师啊，华人在这点是比较这个一致的啊，就是他也不是说没有律师，没有什么 HR 什么也有，但是很少。就是华人在美国的科技公司里头，绝大部分都是工程师啊，他接触各种的商业机密啊，或者是这种技术机密，就是这帮工程师啊。那么其他的这些管理者，甭管是白人也好，印度人也好，他有混不到华人圈子里去，然后对于华人的很多的沟通方式和这个说话的方式，他也觉得无法理解嘛。当你无法理解的时候，就比较容易怀疑别人是坏人啊。所以这个80%是华人这个事儿呢，我没有去校验这个事情啊。你这个也是说看到某报道，然后也没有一个出处，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事儿是不是靠谱。但我觉得呢，就是华人占多数这个事儿，有它一定的合理性吧。还有人说啊，老范确实人品一般哈，不是批评啊，我想老范也同意啊，他应该，也认为人品好的人干不了大事啊。这个事儿呢是这样，呃，我呢从来不标榜自己是一个道德标兵和楷模，我呢也从来不要求我身边的人或者其他人是道德标兵与楷模，反而呢，我经常鄙视那些标榜自己是道德标兵与楷模的人是伪君子啊，这就是我对于这种道德标兵楷模的一个基本看法。我相信社会不是非黑即白的，社会呢是一个灰色的，对吧？我们要能够理解阴影下的部分，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去做什么东西，而是我们要去理解社会存在是合理的。啊，然后上来说，哎，你这个怎么是这样，怎么是那样，对吧？这个事儿是不对的，啊，跟大家掰开了讲这个问题，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更清晰的去理解社会的这些灰度是怎么存在、怎么运行的，以及如何去改变它，如何去适应它，对吧？然后你最后得到了一个结果，说老范的人品一般啊，这个，我不知道你到底想说点什么。再往后啊，说有时候觉得老范讲的很有道理，但有时候却硬要把白的说成黑的，黑的说成白的，实在让人无法理解。这个呢，我在评论下还专门给他留了啊。这个就是很多事情就不是非黑即白，对吧？你非要给他分出一个黑白来，反而会让自己感到很困扰的，对吧？何必呢？这个本身并没有说哪件事一定是对的，一定是错的。也不是说照着你的理解就一定是对的，跟你的理解不一样就一定是错的。我今天讲的这些东西，我也从来不说我讲的就是永远是对的啊，所有反对我的通通都是错的，我也从来不讲这个话，对吧？我只是说，哎，我提供一些原来的故事，大家一起去思考和讨论啊。这个，我觉得我有我的看法，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是一种存在即合理的一个现象啊，并没有说啊，这个人偷了人家代码就一定是错的。这个没有必要这么去上纲上线啊。这个我再看看，算了，我先把最后一条读了吧。美塔的抢人大战是一地鸡毛嘛？啊，这个其实这篇挺有意思的啊。这个但是看的人不多啊。有人说了，说这个大规模并购是不是泡沫破裂的开始？不是啊，泡沫破裂是有大规模的倒闭，对吧？还在并购呢，离泡沫还有一段距离。其实呢，怎么会有大规模倒闭而不是并购呢？就是大家对于这个估值有过高的预期啊，你觉得我应该值10亿啊，然后人家说你不值10亿，我就愿意出5000万，你干不干啊？这个中间谈不拢的过程中，最后导致所有人都没有办法跳车跑路啊，这个时候就会泡沫破裂。当它还在开始发生并购的时候啊，就说明大家在价钱上还是可以谈得拢的。对吧？虽然现在很多的价钱沟通方式是比较奇葩的，你比如像谷歌去收购 Windsurf 的这个团队，谷歌去收购这个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那个叫什么东西来着？那个Character AI 的团队吧，这个就是已经算是
在这个价格谈不拢的情况下，大家还是在找办法来去进行一些人员并购，对吧？还是在做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只要并购还在发生啊，这个泡沫就没有彻底破裂开啊，所以这个不用太担心这个事儿。好啊，这个网上的都读完了啊，再看一看这个。顶级物理学家是发现自然的逻辑，牛顿、爱因斯坦的创造性很难想象会由 AI 来做。真有那一天，人类就完了啊！这个其实不是这样。你要想牛顿，对吧？他去发现万有引力的时候是靠微积分算出来的。当 AI 可以帮人极大的提高数据处理能力，可以进行复杂运算的时候，那么人类去发现新的这些自然逻辑的过程就会门槛降到很低，对吧？它是会变成这样的一个情况。以前呢，比如只有像牛顿这样的人才可以发现自然规律，他有他的一些想象的方向啊，他要去求证，他可以去进行计算。那以后有了 AI 呢，可能每一个人都可以进行相关的这种学习和这个测试啊，或者叫实验吧，这个才是真正伟大时刻到来的前夕啊，对吧？你想牛顿，他并不是说因为他发明了万有引力而变得伟大，而是我们要想到他学习了很多什么微积分啊，这个发现万有引力之前的这些前置知识，对吧？那么这些前置知识在学习的同时，还会干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让牛顿陷入到某一些路径依赖之内，对吧？他会变得这个有一些想象力，他就失去了，他就是不认为那条路还可以值得一想了。这个事情其实是有害的，对吧？爱因斯坦也是这样，就是他去发现相对论的时候，他也是先学了大量的数学知识，然后处理了很多的相关的这种数据以后，然后才说，哎，是不是有可能这样？他会提出一个猜想来。那么现在的话，每一个人都可以在 AI 的帮助下，或者说很多人嘛，每一个人这个话有点过分了，很多人都可以在 AI 的帮助下呢，去进行这样的思考，对吧？他可以天马行空的，不受到这些学了大量数学的这种毒害，对吧？就可以提出设想了。然后后面数学论证的部分可以由 AI 来搞定那么有可能他们就会得到一些不同的结果这个才是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小米苏7月销2.4万是真的吗？还用约定这个什么意思？小米苏7现在其实主要是交车这个现在主要在交。新定这个数他也不说了，所以谁也不知道。心理优势对孩子的成长挺重要的，这是说的哪段？我记得那会儿 HR 直接到竞争对手楼下的星巴克面试挖人，哎呀，这个太正常了。我们原来还干过这种事情的，就是这个在哪年来着？2010年吧，那时候2010年还是2011年我忘了，2010年好像是。那个创新工厂正如火如荼，对吧？然后有一次创新工厂搬家，然后呢，他们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忘了把工位上的工牌拿走了然后我们就派 HR 上去把所有工牌都收走，然后到创新工厂的楼下按着工牌挨着个找人下来面试那可爽了。看来这女士的确是社交大牛是这样的，就是你学10几种语言肯定是社牛，这个没什么好说的。我女儿说梦话都是双语夹杂，提高了我对多语言的认知阈值不会用一个语言说梦话，在我这里不算学会了语言，好吧？你这个有点要求有点奇怪哈。怎么没找土拨鼠解读一下这次的武器是要解读的。我们准备明天稍微的再准备一下信息然后礼拜5晚上直播的时候8点直播我准备拉着他一起把这一次的一些武器拿出来解读一下。有些能说的呢他就说有些不能说的呢他就告诉我们说这个不能说也就完事儿了。
但有一点大家要注意啊，在中国阅兵的传统上，这个装备没有真正到部队形成战斗力是不可以参加阅兵的啊。所以呢，很多人在说都是假设备啊，什么拿个壳子呀，拿个模型啊，这个事情在中国是不允许的啊，就是历来的传统这件事都是不存在的。所以只要大家能看到了，都是已经下装那个安装到部队，然后可以去做实战使用的。因为我之前听说湾区没有竞争协议，竞业协议，有人提议搞一套这个，结果被骂惨了啊！这个湾区以前是有的，后来呢，慢慢的给它取消掉了。其实呢，博主也没必要解释自己，这群不理解的人啊，就是没有幽默感呗啊！这个幽默感有时候还是有边界的啊。我记得前2天看到一个说是在瑞典还是挪威，反正这北欧国家，以幽默感著称的一个北欧国家，然后呢，他们放了一个广告，是告诉用中文啊说不要在建筑物外边大小便，对吧？而且是用中文写的，还用荒腔走板的中文去说了一下，然后中国大使馆就跑去抗议去了，说你这个绝对辱华呀，对吧？中国人什么时候在建筑物外边大小便啊？这我们多少年都不干这事儿了，对吧？这个你不能这么讲我们。然后当地的这个政府呢，就说这是电视台说的嘛，说第一个呢，这个是我们这儿的幽默啊，我们就这么说话的。然后第二个呢，说他有他的言论自由啊，这个我们这个没法限制他的言论自由啊，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不了了之了。你说这个呢，就属于是幽默感稍微的有点越界了啊。实干家思维啊，这个其实也不一定实干家了。有的时候，我觉得如果我们没法接受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话，也是这个比较幼稚的一种表现吧。泡沫破裂应该是从融资困难开始，这个比倒闭更早。融资现在 AI 还是比较热的啊。对于没上大学的学生啊，确实应该限制用 AI，我觉得不是，以后还是应该从小就用。听个故事，哈哈笑笑就过去了。美国有个剧作家就说过一句我特别赞同的话，他说：“等你回头看，一切都是笑话。你要是觉得不够好笑，那就是时间不够久。”哎呀，这个话说的实在是太好了。这个哇，这个看不懂。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哎呀，这个关于凡是的东西呢，我就没法评论了啊，这个太大题目了。牛顿为了计算万有引力而发明了微积分啊，但是甭管怎么样，他这个肯定是会限制他的一部分思维方向。范老师刚才讲不期待社会有道德标兵、完美人不存在。今天看见推上讲，要把转发这个什么啊，不知道这件事情。反对集体主义，又在构建自己的小圈子啊，不知道在说什么。我是说推特一些博主啊，不知道这个，哎，有些人就没法接受呗。阅兵的都是已经正式列装的，没列装的才不会放出来让别人看的，是这样的。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吧。然后，未来几天啊，明天早晨的节目会比较有意思，因为呢，我终于把我骑车的视频给放出来了啊。这个，我是这个录了一期节目去讲这个，叫做什么呢？跑步的这个啊，就是女护士啊，去跑了马拉松以后，要求单位协调倒班这个事儿，讲了一段这个。但是呢，我是把我骑车的视频直接放上去了，也让大家看看这个 Osmo 360的效果怎么样。但是呢，剪的比较粗糙啊，就是让大家反正愿意听的人呢就接着听啊，不会说看着老范这张脸觉得费劲，你就接着听没问题啊。你说哎，我想看看这个
老范在这哼哧哼哧骑车啊，一边看着老范骑车一边听故事也行啊。这是明天的节目，然后呢，这个明天我会去跟土拨鼠做一些准备吧，然后礼拜五晚上8点呢，就是跟大家去解析一些我比较感兴趣、觉得比较好玩的阅兵装备啊，也就去做一些这样的事情，然后呢，看看能不能跟这个印巴冲突、以色列跟伊朗的这个冲突以及俄乌冲突中正在使用的一些武器呢，做一些横向的比较吧。这是礼拜五晚上8点要干的事情然后礼拜五我又要去治牙了啊，这个是让我比较害怕的事情，所以为什么一定要提前把礼拜五的节目准备好就是礼拜五去治完牙以后，可能就没有那么大闲工夫再去这个做比较大的稿件了啊，所以这就是本周后边几天的一个安排了。然后这个每次直播都想问老范的车生锈了吗？没有啊，我原来的车肯定怎么会生锈呢？我那是进口的福特呀，对吧？新的车还没来呢，估计得到11月、12月才能来覆盖全球。对这个东风5这个我们回头会去讲一下这个。想问一下 AI 融合 3D 打印的时代是不是就快到了这个可能还有一点距离，因为 3D AI 模型现在还没有特别靠谱的。好，我们今天读评就到这里这个人始终上不去，好奇怪，为什么？好，我们下周3读评再见，再见。